TTMI 在底部经历了25年的震荡，直到今年才开始一飞冲天。俗话说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娜的美股频道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家被严重低估却正处在成长加速期的公司 TTM Technologies， 股票代号 TTMI。Q3 财报一发，股价直接暴拉。然而这并非是偶然，而是机构早有的预谋。它看起来只是做电路板的，但其实它已经悄悄从传统电子代工厂转型成为 AI 基建与国防科技的关键供应商。一句话总结，这家公司正在闷声做大事。接下来我将从公司基本面、业务模式、财报分析以及估值等多方面得出我们的投资结论。如果你也想学会挖掘潜力美股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分析群。在这里，我们每天都分享盘后动态以及更新个股分析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首先，为什么我们要重新认识 TTMI？ 过去很多投资者看 TTMI， 只觉得它是个普通的 PCB 厂商，靠景气循环吃饭，毛利不高，成长性一般。但这几年公司彻底换了方向，它不再追求手机、消费电子这些价格竞争激烈的业务，而是转向两个高门槛、高毛利的市场，一个是 AI 数据中心，另一个是航空航天与国防电子。这两个市场的共同点是，订单周期长，价格稳定，客户粘性高，而且需求不容易受经济波动影响。因此 TTMI 的营收、能见度、获利品质、现金流、健康度都比过去好了很多。现在的 TTMI 不再是靠低价抢单的工厂，而是靠技术与认证吃饭的核心供应链角色。这种体制转变正是市场目前还没有完全反映的重估机会。来看一下他家公司概况，现在的转型方向是从传统代工到高附加价值制造。TTMI 成立于1978年，总部位于加州科斯塔梅萨，是北美最大的 PCB 制造商之一。它的产品线非常完整，涵盖高性能服务器用 HDI 板、软硬结合板、IC 载板、背板等。除了制造以外，公司还提供从设计、打样到测试的一站式解决方案，这让它和那些低价量产型 PCB 厂区别开。目前 TTMI 的业务分成两大部门，第一是 PCB 部门，这是营收主力。第二是射频与特殊元件部门，虽然规模较小，但毛利率更高，是公司重点扩张方向。在客户结构上 ，TTMI 的客户主要来自国际大厂，包括 AI 服务器、数据中心设备、航天与国防系统、医疗仪器、工业自动化、网络通讯与车用电子等领域。过去，公司逐步清理了位于中国的低毛利消费性电子产能，把资源转向美国与马来西亚的高性能产线。到2025年第一季度，国防与航天业务的营收占比已经接近 50%， 医疗约 15%， 汽车约 11%。整体毛利率和现金流质量比几年前有明显改善。来看它的技术地位与护城河，从制造到技术合作伙伴， TTMI 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？一句话，它能做别人做不了的高复杂度、高可靠性电路板。在全球 PCB 市场 ，TTMI 属于技术领先型企业。它能生产层数超过50层的高密度互联板，能做激光微孔加工、低损耗、高速材料处理，这些都是 AI 服务器、交换机、军用雷达等设备的关键零件。它的护城河主要来自3个方向。第一，国防与航天订单的高粘着度。军工系统对供应商认证极为严格，一旦进入清单，客户关系可维持5到10年。这部分业务单价与毛利都远高于消费电子，形成稳健的现金流支撑。第二， AI 数据中心升级带来的爆发性需求。AI 时代的 GPU 集群、交换机、服务器对 PCB 的层数、信号速度、频率要求远超以往。TTMI 在这方面有多年技术积累，是美国少数能批量生产高频高速板的厂商。随着生成式 AI 带动 GPU 服务器需求暴涨，这块业务正成为公司的成长引擎。第三，产能与效率的持续优化。公司积极关停低毛利产线，转向高附加价值产品。
自动化生产与良率提升，让毛利率逐季改善。市场过去低估了这一点 ，TTMI 的营运杠杆正在显著放大。4. 产业趋势 AI 推动的 PCB 超级周期。接下来我们要放大镜看看整个产业环境。PCB 也就是印刷电路板，看似普通，却是所有电子系统的基础骨架。AI 带来的算力革命，让 PCB 的需求从量大价低变成了量少价高，技术密集。这场产业升级正进入一个4到6年的结构性长周期。从2024年起 ，AI 模型规模爆发，推动 GPU 互联需求暴增，数据中心进入新一轮资本支出周期。尤其是在带宽从 800G 向 1.6T 升级的过程中，高速背板、连接板、信号完整性设计都需要更高规格的 PCB。换句话说，这波浪潮不仅让 NVIDIA、Broadcom 受益，也让像 TTMI 这样的上游制造商进入新黄金期。而这个周期至少会持续到2028年，甚至延伸到2030年。TTMI 正是少数能在这个 AI 基建超级循环里稳定供货的厂商之一。它的技术门槛、客户认证与制造规模刚好契合这一波高阶需求的门槛。5. 财务表现 Q3 创历史新高，成长动能全面开花。来看财报，2025年第3季度 TTMI 的单季营收达到 7.527 亿美元，年增率超过 22%， 再度创下历史新高。成长主要来自3大引擎： 1. 国防与航天长期专案稳健执行； 2. AI 数据中心与生成式 AI 需求创新高； 3. 网通设备升级带动高阶 PCB 出货。此外，医疗与工业仪器市场也在回温，去库存化完成。其中，国防与航天业务单季营收达到 3.37 亿美元，占比约 45%， 在手订单高达 15.2 亿美元，能见度依旧非常强。商用部门营收 4.09 亿美元，其中 AI 与数据中心板块年增 25%， 占总营收的 24%。网通设备升级最为突出，年增高达 58%。医疗与工业仪器增长 32%。相对地，汽车电子占比下降到约 10%， 影响已有限。再看区域布局，马来西亚槟城厂在第3季贡献营收约1850万美元，接近盈亏平衡。预计第4季度将全面转正，成为公司新的利润来源。中国东莞与广州厂持续扩充高阶板产能，设备稼动率达 92%。美国威斯康星 Eau-Claire 新厂房第1阶段设备导入完成，可随客户需求弹性扩产，为本土化订单提前布局。这套全球化产能网络让 TTMI 在供应链安全与交期弹性上都更具竞争优势。它的盈利趋势与估值逻辑也发生了改变，从拐点到再评估。现在我们谈重点盈利与估值。2025年是 TTMI 的体制翻转年，公司预计全年 EPS 达 1.51 美元，年增高达 173%。2026年预计 1.80 美元，年增 19%。2027年再增至 2.09 美元，年增 16%。这代表 TTMI 已从周期波动正式进入结构性成长阶段，对应的 PE 也在逐年下降。2025年约 38.9 倍，2026年降到 32.6 倍，2027年再降到 28.1 倍。换句话说，盈利增长速度跑赢估值压缩，市场将逐步进入成长驱动重估的阶段。过去从2020到2023年，公司 EPS 长期横盘，市场给的估值自然偏低。但从2024年开始，盈利明显抬升，到2025年之后，这个趋势已被数据验证。这不再是短期反弹，而是一场结构性上行周期。多家机构预期，如果 TTMI 在2028年仍能维持2位数成长，那市场会迎来第2波估值再评估，也就是说，估值与业绩同步上修的行情才刚刚开始。最后来看一下它的合理股价与投资逻辑。
根据多种估值模型，包括2阶段成长折线模型等测算， TTMI 的合理股价区间大约在60到85美元，中值约72.5美元。从目前股价位置来看，中长期仍有约20%到50%的上行潜力。简单说，现在的 TTMI 是一个体质已经改变，但股价还没完全反映的标的。它既有 AI 成长的爆发力，又有国防订单的稳定性，两者结合构成非常独特的风险收益结构。从技术面看， TTMI 在底部经历了25年的震荡，直到今年才开始一飞冲天。俗话说，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。等 TTMI 股价调整了之后，就是我们短线入场的时候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看到潜在风险。第一， AI 资本支出若不如预期，短期会影响高阶 PCB 需求节奏。第二，军工项目有严格认证周期，若延误可能造成季度间波动。第三，产能扩张阶段仍需控制成本，以防毛利短期受压。但从中长期来看，这些风险都属于可控范围。公司手上订单能见度高，客户关系稳固，财务结构健康，成长逻辑清晰。回头看 TTMI 这家公司，其实在走一条很有代表性的路径，从传统制造转向高技术制造，从景气循环转向结构成长，从中国的落后产能转移到美国与马来西亚的高端产能，从低价竞争变成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关键环节。它站在2个长趋势的交汇点上， AI 基建的成长周期以及国防航天的稳定周期。这种成长加防御的组合在当前美股市场里非常稀缺。如果说过去的 PCB 是传统制造业的代名词，那现在的 TTMI 已经变成了 AI 与国防技术背后的无名英雄。未来几年，这家公司极有可能经历一轮从被忽视到被重估的过程。当市场真正意识到它的体质已经改变，那时的股价可能就不会在今天这个区间了。总的来讲， TTMI 是一家正从传统周期股蜕变为 AI 与国防双主线成长股的美股隐形冠军。对于中长期投资者来说，它既具备成长空间，也具备防御价值。那么作为投资者的你，对这只股是什么看法呢？我们也将持续跟踪在这家公司在未来的表现。点赞关注的小伙伴都会在美股发大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